大家好，我是杨妈，我在网站和 YouTube 和你分享妈妈的心得。今天我用亲身经验来告诉你，流感和生活中的病毒有多恐怖，还有妈妈必备的 APP。流感季节来临，一年得2次流感的患者，告诉你有打流感疫苗的差别。生活中充满各种病毒，杨妈也曾逛个街就被病毒感染，差点没命。妈妈必备 APP， 查询小孩就诊用药记录和老公历年薪水的方法。很多人以为流感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感冒，其实两者病毒大不同。流感是流感，感冒是感冒，症状也完全不一样。以下比较是疾管署108年流感防治问答集的部分内容，这份我觉得整理得很清楚，想看更详细的内容，可以到 yytv.tw 网站按连结。其实简单来说，流感和一般感冒最大的不同就是流感会全反复发烧，冬季特别流行。流感是借由飞沫或接触传染，只要有呼吸，不管几岁，人人都可能得流感。在台湾，每年流感季约有1000到2200人死于流感相关疾病。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并发症最有效的方式，但是由于流感病毒并非只有一种，病毒的变异性强，因此疫苗的防护力大约有7-8成，非100%防御。一年得2次流感的患者，告诉你流感疫苗有用吗？你今年得流感几次了？我今年得了2次。你得2次流感，那你有打疫苗吗？我有。去年学校打疫苗你有打吗？但是你今年3月的时候还是得流感了，然后现在又在得第2次流感，这2次症状有不一样吗？有，这次比较严重。症状有什么？头痛、肌肉酸痛、头晕、咳嗽、反复发烧。那这一次烧到几度？烧到40。你感觉比上次严重？你知道你第1次得的时候啊，我也是刚打疫苗几个月，所以有保护力。然后呢，我就感觉有病毒在入侵我的身体，可是我没有发病。但是你知道流感疫苗效期不到1年，所以这一次你得的时候，我就直接在你看医生的时候直接自费拿药先吃了。然后我们这次我们2个就花了快2000块台币看病。然后这一次真的果然病毒也入侵了，但是还好我有先吃药，只有前2天头痛，而且那个头痛是病毒很强很剧烈的头痛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起床的感觉。这一次我们2个也有吐，对不对？所以流感一定要去打疫苗，因为疫苗可以减轻症状。那这一次因为我们疫苗的效期已经过了，因为疫苗效期不到1年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还要严重。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是打疫苗，虽然打了还是会再得，但是症状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。而且大家还要勤洗手、注意饮食、作息正常。这个影片是2018年的养羊，现在养羊长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除了他睡觉戴角膜塑形，白天不用再戴眼镜，而且现在吃多又运动，变得比较壮，牙齿也慢慢长出来了。因为要矫正养羊的呼吸，所以他有戴 MRC 肌功能矫正，这是睡前戴1个小时，再加上整晚睡觉佩戴，戴这个也能让牙齿变整齐，而且长大不用再戴维持器。现在养羊戴3个月有点改善了，等整个疗程告一段落，我再来分享心得。刚说我被养羊传染流感时，那种头痛是剧烈的病毒在攻击，让我想到我得脑膜炎的经验。那种剧痛感，我甚至觉得比生小孩还要痛。杨妈没有打无痛分娩哦。既然讲到脑膜炎，我就讲一下当时的情况。那时我还在上班，然后洋洋快出生了，因为我的年假累积很多，所以想说提早3个星期请假待产，产假有56天，我还事先另外再多请了1个月休息。结果一请假，隔天洋洋就出生了，也就是他提早3个星期出生，我真是太神算了。然后洋洋的阿嬷帮我坐月子，我在家吃好喝好，闷了2个月都没出门。有天亲戚来看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卖场。过几天我就突然剧烈的头痛，
真的是像用刀在刺你后脑一样的感觉。我痛到一直吐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差点昏倒。最后是家人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大医院，结果被验出来是脑膜炎，住院治疗10天。我预先多请的1个月假都拿来养病了。你问我怎么被传染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之前有个补教名师吕杰也和我一样突然脑膜炎，差点丧命。只能说病毒无所不在，去公共场所最好还是戴上口罩比较安全。流感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形，你都不知道何时会被病毒找上，所以至少要打疫苗来保护自己，就算得到流感也能减轻症状。欢迎留言告诉我你难忘的生病经验。我最近去医院的时候，看到医院在推广健康存折健保快易通 APP， 那时候我就下载来看看，没想到根本就像发现新世界一样，不但可以看到所有就诊、用药、检验的记录，甚至连历年的薪水都看得到。这个是我自己发现的隐藏版功能，所以我就赶快叫洋洋爸爸安装这个 APP， 然后顺便就看了一下他的真实薪水，因为有时候老公加薪也不太让太太知道，还一直喊穷。健康存折它的登录方法可以从官网或者从手机下载 APP， 但是第一次认证需要有本人名义申请的手机号码，还有输入本人健保卡号。详细操作方法的影片连结我放在 yytv.tw， 大家可以去看。未满15岁的小朋友若是依附在爸爸的眷属身份投保健保，只要爸爸的手机有下载健保快易通 APP， 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健康存折和预防针接种记录。但是如果妈妈想看小朋友的健康存折，就需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名簿到健保署临柜办理。现在来简单讲一下健康存折的功能。打开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， 会看到健康存折，点进去，首页会出现6项常用功能，可以到左上按功能键查看所有功能，有针对你的贴心叮咛，还可以看得到检验资料。如果要查询就医记录，可以按这个。现在来看洋洋治疗过几颗牙齿，点进去就看到了。最近健保署 Facebook 有活动，上传牙位图还可以参加抽奖哦。洋洋西医也看超多的，他有过敏性鼻炎，要固定拿药，每3个月也要去眼科回诊。点进去就能看医生开了什么药，还可以再看药的详细说明哦。最后说如何查投保薪资，跳回最开始的画面，选行动柜台，选第一个个人各项查询及设定，再选个人投保记录，就能看到历年的薪资了。但洋洋是依附在爸爸的健保下，所以看不到薪资。如果用爸爸本人账号登入，就能看到咯。不过健保投保薪资有时会比实际薪资多一些，要看投保等级是在哪一级的范围。其实杨妈还在上班的时候，当时我的同部门有个同事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他的小孩跟洋洋差不多，可能比洋洋小一点。有天他突然和老板说，他因为身体不好，要请1年留职停薪调养身体。我觉得这个有关于隐私，所以详情我也没多问。结果当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，是他已经癌症过世，当小天使了。那时候心里好冲击，也觉得还好他最后的人生时光是陪家人度过，而不是浪费生命在公司。我现在也是很庆幸自己选择陪伴小孩这条路，对小孩和自己的人生留下多一点记录，也尽可能做出对大家有帮助的事，比如提供自己的切身经验，提醒大家去打流感疫苗。其实人生真的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，就像我经历过这么多病痛，3年前还出车祸，还好还能幸运存活到现在。但是也有很多像高以翔一样的例子，老天要怎么带走你，你根本不知道。20岁以前我几乎没有在用健保卡，没想到现在不能没有它，而且现在有健保存折，更是能帮我记录身体状况，它是非常值得安装的 APP。
最后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去打流感疫苗哦。如果想听我分享更多有用的讯息，请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。YYTV.TW 网站还有更详细的内容，以上媒体也看得到哦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喽。